沉香重华额外故事，应远三人组欢快，江辰复活，超蓝遇见另一种命运。沉香种花是杨紫、程毅、张睿主演的奇幻综艺。该剧讲述了璎珞帝与颜丹三生三世的虐恋，最终化解了误会，牵手宣战精明的缉毒行军，最后牵手追上世间的高贵之道，共同守护世界。好吧，我们严肃点，沉香种华总算得出结论了。此前，鉴于59集大结局，应远和颜丹双双踢了水桶，厄运就此结束。众人对这次完成感到异常失望。无论如何，今天是第9.7位的权威，送了2集，本集持续了15分钟，承载了应远和颜丹的圆满收官，弥补了男女主的二丝。剧中帝尊复活，举世欢庆。此前，应远和颜丹的沉香香炉就出现在了雁兰山。应远在雁兰山中苏醒，没有马上见到燕丹，心里有些心灰意冷，感觉燕丹不是会复活的。接下来的第2颗燕丹从后面挡住了应远。自从颜丹称应远为范贵君，已经有好一阵子了。几年后，颜丹和应远生了一个孩子，名叫勾丹。他从小就是一个邪恶的存在统治者。他在雁兰山的水道里钓鱼，这让雁兰山的鬼子失望了。燕丹的孩子对你极其偏心，除了让他钓鱼之外，他还教他如何钓到更多的鱼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被收购了，他可以真正将其视为赞助商。颜丹和应远三人组开朗而完整，颜丹也明白了他的幻想，成为了故事的高手，并在人间开设了表演中心。所有的家人和同伴都来到了颜丹的礼堂观看这部戏。最让燕丹震惊的是，江辰这一世复活，变成了燕丹的狂热者。这个机会他来这里是因为他的赞誉。然而，还有另一个惊喜，感觉玉墨和朝兰会在一起，玉墨还是单身。不管燕丹是否嫁给了应远，玉墨其实并不承认朝兰。蓝比武招收了亲人，却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。玉墨的话变成了预言，朝兰总算是找到了自己的新绝配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尽管这一集只有15分钟的长度，但所有应该理解的东西以前都已经理解了，尤其是人们的关闭。颜丹和应渊这群人开朗而完整，总算满足了众人的希望。然而最让人吃惊的是，江辰复活成了大人，而朝兰又遇到了另一个好人。运气，这实际上是一种意外的享受。想知道更多惊人的词，欢迎在下面谈谈。或者在另一方面捕捉消息。227残局以尘埃落定，黑粉道歉或转行，肖战新剧配角也广为人知。此外，标准人的生活也沿着这条线循环，媒体也遵守这一规定。肖战又一个黑粉向报纸道歉的热搜在总体组织上正在融合成熟。首日11:02分起，力压热追破败第一犯类，持续至傍晚5点整发。统治最佳位置。尽管这一点被命名为转移新闻，但它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流言蜚语。它告诉公众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：天道重生，没有一个正派的人会狼狈至极，更何况是一个可以保护自己永恒的罪魁祸首。永远留点空间，留一线空间给未来的体面。自从227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肖战经历了不同的背叛。最初在他职业的顶峰，他需要决定坚持和投降。不管他是否留在专家战队的拍摄组，不露面或出现在戏剧表演中，基本业务都过时了一段时间。黑精通居然组成了川美喷绘等暗指路为小马的素材，果断给肖战泼了脏水。彼得潘心惊肉跳，从画面中反映出肖战的境遇边。尽管如此，他并没有被吓倒或抱怨。生日那天，他发了一篇长文，讲述了自己逆天而行的状况。都说心若不冷，梅花怎能香？肖战遭遇了227的风暴，意识到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能力是最接地气的事情。于是他把如梦似幻9成巡演的水平一波三折地完成了，现在已经不是最受观众推崇的，反而更得到了企业名人和主流的人气。媒体艰难的岁月已经落定在他的身上，但他远非平静、内敛、温和而优雅。
这些灿烂的气质，在他后来拍摄的《庐山真面目》的工业大片合集中，或许就能看出来。此时的肖战就像是一只灰飞烟灭的凤凰，以一种过错的方式登上了无数榜单。他看起来那么正义，没有被质疑的目的。与肖战的情况不同的是，一个本以为为难肖战、造福流量的编剧，却变成了在酒吧后面开玩笑，变成了全网嘲讽。曾经的大黑粉无量陶燕，在和黑肖战高效出圈后，一手成为网络作家，还发了一本关于他的名声的书。他是一个完全容易和整洁的男人或女人交替职业。比起一个确定的编剧，无边道演有技巧有手段。当然，在227之后，肖战才是最终的赢家。他拍的剧几乎都是名声大噪，每个商业企业的名气都完全过分了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也在一天天的增长。更不用说正版网剧《太阳有我》已经成为影视界最新鲜的 IP， 没有正版发布。每天都在网上看到谁等人挣扎在《太阳与我》中担任辅助功能，仿佛《太阳与我》变成了预定的剧王。抛开太阳在我身边的男女主这个话题不谈，这部剧的配角们都以梦寐以求的胖子出现了。小花和小鲜肉各有各的店要赶到这部剧，因为这绝对是每个人都知道的，只要你陷害肖战，你就已经走到了名家的边缘。作为一个粉丝，当你看到一个黑粉丝在报纸内道歉，与正版剧本《太阳有我》的辅助功能占不同时，你有何感受？欢迎留言洽谈。03飞狐传奇，当杨紫的前男友遇到蒲八甲的前女友，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由连奕明执导的《飞狐物语》即将上映。知名演员秦俊杰饰演男1号胡斐，可爱女演员梁洁饰演女1号袁子怡。秦俊杰2006年出道，15岁时参加了张艺谋的《城中金甲》。他与周润发、巩俐、周杰伦等对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的颜值可以说是相当有钱了。他又高又帅，是娱乐圈里名副其实的实力派。不过秦俊杰被称为杨紫的前男友是一流的。其实不得不提的是，杨紫和秦俊杰是男女老少的绝配。可惜这次约会没能长久。两人2017年谈恋爱，2018年分手，据说变成了一碗胡辣汤。至于演员梁洁，可能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。她的前男友是蒲八甲，长得和王力宏一模一样。两人在2017年介绍过恋情，可惜2020年分手。据悉，2018年蒲八甲有效率求婚，不知何故再次分居。而两人宣布分手的时间也变得非常奇怪。他们在2020年分手，但直到2021年才正式宣布，网友甚至怀疑蒲八甲当时转为炒作。其实不得不提的是，导演还是很有眼光的，而颜值最高、感情丰富的演员同时扮演男主和女主的角色。正版的《飞狐物语》的剧情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，编剧为二人量身打造了一套全新的见证。因误会而相识，胡飞在路旁歇息，袁子怡一路冲出，将胡飞溅了一身泥水。胡飞化作约莫返回前做理论，却被袁子怡的手段惨遭抛入江中，最后不得不偷走一整套农民的衣服。到了佛山镇，就发现冯天南手下的手下肆无忌惮，害得钟阿斯自己的亲人圈子过得很惨。胡飞和袁子怡义愤填膺，笑而不答，继续为钟氏亲族讨回公道。奉天南通过他们二人所展现的上品武技之道，顿时震惊了起来。知道打不过他，奉天南以退为进，设下圈套，将胡飞抓进牢里，打断了他的左腿。幸好袁子怡及时赶到救援，二人通过分面的方式战斗分面，对着奉天南的手下交战。到了最后一刻，佛山镇的人类已经全部怒火中烧，他们成群结队的进攻，将奉天南父子赶了出去。随后，胡飞因伤势过重而超出。医生说，胡飞的腿伤最好用维托门丹药昙花玉露膏来治疗。袁子怡带着胡飞在空旷的地方睡觉，最终带着胡飞上了99990步，才到达目的地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袁子怡就再次完成了上品武功，击败了魏拓门的弟子，得到了安守。在魏拓门学长刘和珍的帮助下，
胡飞最终化身为救。在这样的生死享受之后，胡飞和原子怡爱上了每一个不同的人，爱上了每一个不同的人。与正版 AAA 书相比，电视剧集内胡飞和原子怡的情感享受明显丰富了许多。至于哪一个更吸睛，那是众说纷纭。总之，二人的颜值和颜值现在已经没有让观众失望了。